一位阿伯和朋友一起去餐厅吃饭，服务生啊上了5、6个菜以后啊，阿伯跟服务生说：“小姐，可不可以换鲜奶？”服务生说：“这位先生实在很抱歉，我们餐厅里没有卖鲜奶。”阿伯说：“不是啦，小姐，我是说可不可以换鲜奶？”服务生又说：“先生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们餐厅里没有在卖鲜奶，便利商店才有卖鲜奶。”阿伯就很有耐心的看着他说：“换没有鲜奶，我要怎么出菜呢？”自己都笑了。胡乃文开讲了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腊肉，你喜欢吃腊肉吗？嘿，我喜欢吃腊肉，那个滋味啊，会让我想起来，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记忆啊。有人会问我，胡医生，吃腊肉会不会不健康啊？不会啦，你吃对了就没有问题的。胡医师、胡太太陪大家过新年。祝大家新的一年健康快乐。胡太太在厨房啊了一声，胡医师与胡太太在厨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切薄，甚至于呢薄到可以从这边可以透过那边，你看啊，这个可以透过去，从这里看可以透过去。有啊，这个就最好，对，你看这个也是一样，透过去的，很透明的，这就是还不错的腊肉。好，这样好吃。那其他的就是随意切了，就是。随意切，对呀，这个夹馒头也很好吃，那个美美的。这样子很好吃。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一切放下去，哇，就碎耶。哪里？我发现比较美，你看。好，安利好了啊。太好了。然后呢，就可以配面包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去炒着吃，等等都可以。对，可以炒着吃，都很香的。很香，很好吃。哇，我要偷吃一口。好吃。赞。真的呀。赞。它是透明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好，赞。可是呢，你在还没摆盘之前，我就很想偷吃。请用。那我这个本来我们都是片馒头啊，那现在呢可以片这个放在吐司上面，这样子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。哇，我把你的全部偷吃光了。没关系，我再切啊。好吗？好，这样子哈，全部。还有吗？你再去切就可以摆盘了。这是我偷吃的。我继续努力。然后呢，现在你看啊，这一片或者是2片一起，然后等一会儿呢，我们把它给来吧，帮我切一袋这个好吗？然后我吃一半，你吃一半好吗？来。就是这样子。是的。好，这一半我吃，你看多好啊！另外一半你吃，这半我吃。希望大家在新年的时候呢，都能够做出来很漂亮的年菜，给你的家人吃，给你的家人看的说，哇，你这个真的是贤惠的媳妇儿哦。真好！你看我的先生今天夸奖我，所以我下次会切得更好。天然腊肉，蒸着吃，人间美味。腊肉是一种自然发酵的肉制品，在中华传统文化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小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会自己腌腊肉，现在想起来好吃的不得了，有点想要流口水了啊，都满嘴都是腊肉香味儿。你知道我们家腊肉是怎么吃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跟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吃法不一样。我们家吃腊肉呢是蒸着吃，好美味啊！蒸腊肉真的是很好吃啊，而且一定要吃那个肥肉的部分。当然，有的人不喜欢吃肥肉，可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吃肥肉。可是腊肉那个肥肉一定要吃那个部分，没有肥肉的部分还真的没那么好吃。我们家腊肉都是天然的红色，蒸完之后不会感觉到油滋滋的。再来就切片，切的薄薄的片，然后呢，拿起来可以从这边透过去看到那边，有点像一片玻璃看过去一样会看到肥肉部分就是这样子的，那种腊肉才是最好吃的腊肉，又薄又干。湖南香肠，记忆中我们家常做的是有腊肉，也有香肠。那这个香肠呢，有普通的一般的香肠，也有
辣椒的香肠，这很妙啊！这是很少人吃到过的啊。还有呢，就是豆腐香肠。记得呢，豆腐香肠有2种，一种是肉里头加豆腐的，还有一种呢是根本没有肉，就是豆腐做成香肠。那么这些做出来了以后呢，拿来蒸一蒸，然后切片吃，你知道吗？吃起来就像吃香辣豆腐干一样，非常好吃啊！吃的这个口齿留香的。购买腊肉，先搞懂这件事。发酵肉的制品真的那么不健康吗？腊肉啊、香肠啊，都是经过发酵的。发酵的意思呢，就是用微生物，是肉里头本来就具有的微生物，然后这个微生物呢，跟这个肉品啊，就发生了一些生物化学上面的一些个变化，它呢就可以使肉品呢，因为它里头有这些菌，这些菌呢反而去抑制了杂菌来生长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肉品就可以保存很久了。购买腊肉的时候啊，注意的事情啊，它用的硝是天然的硝呢，还是化学的硝？提醒大家，买腊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以前家里做腊肉都是到中药房里面去买这个天然的啊，蒲硝啊之类的啊，用量不大，比较安全。如果添加太多的那种化学的硝的话，就要特别小心。天然硝跟这个化学硝最大的不同是，化学硝是精制的硝，是经过一些化学的作用而得到的那个硝，那个硝呢精制了的，它对人身体可能就不好。那么现在的人说，这种硝呢吃了以后很可能就会引发癌症。可是天然硝或者是蒲硝这种东西呢，不但不会，反而对你的身体还可以有一些帮助啊。例如说通大便可以用蒲硝，还有呢就是治刚才讲的这个淤血啊什么东西可以用蒲硝，还有就是治疗像是尿路结石也可以用蒲硝。所以由此可见，硝并不是很坏的。那它放在肉里头，可以使肉变得红色漂亮。一水果去除亚硝酸盐最强。给你一个小妙招啊，吃腊肉、香肠，你吃完了以后呢，你可以吃个芭乐。我们台湾的那个农委会啊，研究发现，他说芭乐呀可以分解加工肉里头的亚硝酸盐，你知道吗？腊肉啊、香肠啊，我们都得要放一点点硝进去。那个硝呢是中药房买的，叫做蒲硝。这个硝啊，现在有人可能会加一点化学用的那种亚硝酸啊什么那些东西啊。假如说你放了亚硝酸，那当然是绝对不可以放硝酸呢。它在肉里头慢慢的经过化学变化，可能有些亚硝酸盐，也许呢就是有人认为这个可能是能引发癌症的一个东西啊。可是呢，我们农委会研究发现，他说1颗芭乐可以清除18根香肠里头含有的亚硝酸盐。所以呢，你在吃了腊肉或者吃了香肠的时候，最好跟水果芭乐一起吃。这个芭乐呢，现在人就叫它叫芭乐啊，其实它是台语叫做八子啊，这2个字儿。那八子这2个字呢，用台语念叫芭乐啊。那我们以前叫它叫番石榴，那现在呢就称之为芭乐了。肾结石，中药蒲硝能解。你知道中药房里头的这个蒲硝啊，我们在开药的时候也常常在用到。例如有一个方子叫做消化散，消化散就是蒲硝滑石。你知道干嘛呢？治疗肾脏结石或者是这个尿路结石，非常有效的一个东西。还有这个蒲硝啊，还可以拿来治疗什么？身体里头的痰。我们中医讲有一种痰哈，跟死血啊留在关节里头，叫做湿痰死血，留在关节内，那结果会造成一个点的疼痛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也会用到一点蒲硝等等来治疗这样子的病情。还有很多的药方里头都有这个蒲硝，所以来用这样来讲的话呢，蒲硝并没有那种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毒。蒜苗炒腊肉，5行养生料理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炒腊肉的时候呢，用了一些蒜苗啦，然后来炒一炒，那个腊肉特别香，特别好吃，而且呢5色俱全。怎么样呢？那个蒜苗有青色的部分，有白色的部分，肉有黄色的部分，有红色的部分。然后呢，烟熏的时候，那个肉本身就看起来是黑黑的，所以青赤黄白黑都有。可是要炒之前呢，最好把腊肉怎么样放在电锅里头去蒸啊，外锅水用差不多半杯到1杯，然后就这样蒸。蒸完了以后呢，然后再把它切片儿。切片的时候，像腊肉可以切成很薄的片啊，还有那个，假如是香肠，当然也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切啊。然后呢，再蒜苗把它切斜片，然后一起炒一下子，然后加点辣椒进去，这就非常非常好吃的。再来讲一个腊肉饭。
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做做看啊。对于完全没有做菜经验的人，你可以很快速的就上手。好，食材请看字卡。那做法呢，就是把腊肉啊切片儿，然后呢其他的食材啊按自己喜欢的口感去切，蒜苗啊切细啊，还有洗米啊，准备煮饭，把食材铺在米的上方，随便摆就行了。然后呢去蒸这一锅饭出来，大约1个小时之后，全家都会弥漫着腊味饭的香味儿。怀念的手作妈妈味腊肉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里面的腊肉啦、香肠呢，都是绝对不会放在冰箱里面的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已经晒干、已经腌好了的嘛，哈。腊肉、香肠在外面晒，怎么做呢？你知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妈妈怎么做。那个时候啊，每一年要过年之前，也就是腊月啊，腊月做的肉叫做腊肉嘛，是吧？腊月就是12月啊，正月、2月、3月一直到12月，对不对？好，腊月做的肉叫做腊肉，而他做的方式是这样子，是把那个五花肉啊。然后呢，拿那个粗盐跟那个花椒啊一起炒一炒，然后呢，那个花椒盐拿来涂在肉品上面，这是五花肉。五花肉有肥的，有瘦的，对吧？涂上去以后呢，就放在坛子里头啊腌一段时间，当然里头也可以加一点点那个蒲椒啊。然后放在坛子里头，然后腌差不多1个星期之后呢，拿出来晒。当然那个时候的条件比较好，就是每天都有太阳可以晒腊肉啊，所以把那个挂上去，然后晚上呢一定是拿进来。为什么？晚上会有露水，因此也容易那个肉反而不好，容易发霉什么的啊。每天晒它个1、2个星期以后呢，那个肉都已经完全干了。完全干了以后呢，就挂在厨房里。好，等到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做烟熏腊肉啊，湖南腊味啊，湖南腊味就是要有烟熏。你知道以前啊，我爸爸妈妈跟我讲啊，他说。以前在家乡的时候，我们的腊肉呢是不用熏的，就是挂在厨房就可以。以前的厨房跟现在的厨房完全不同了。以前的厨房呢是烧木头的，所以烧了木头以后，木头的烟就可以把那个肉给熏了。最后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我又去玩了一个新的平台，叫做干净世界。以后啊，你除了YouTube 上面观看我的影音，还可以到干净世界观看我从以前到现在所制作的各个影片哦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我的 YouTube 每一支影片下方都有一个超级感谢，点下去，欢迎您捐款赞助我们，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。另外，我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、IG 或干净世界的频道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